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里的灵异前线，我是 Ghost Hunter 秦明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有没有来过？有，而且那一次是出逃跑吧好兄弟来的这个地方，而那一次呢，有碰到一些事情，而逃跑录完之后，我有说我会再回来这个地方看看这个环境。那今天我回来了，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这个就是这里的外观。它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了，然后呢，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地上都是湿的，所以走路要特别的小心。首先呢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我想有看逃跑我出现的那一集的话，你或许知道。但是呢，我首先今天跟上一次拍不愿那个拍花语老宅里面的一样，因为其实照理来讲，我的拍摄呢都是先讲这里的传闻，再讲我们所碰到的事情。但今天呢，我决定跟上次一样，先讲我们碰到的事情，再讲这里的传闻后。对，我东西先放在那边，然后呢，我那边也放了一台摄影机来看我周边环境的一个情况后。首先，今天这个地方我们有碰到什么事情？来，我之前来后，我有碰到什么状况？而且那次还人蛮多的哦，就是这个山谷里面回荡的一个声音，就是非常小声的一个惨叫声。然后呢，其实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废掉的房子。那它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一个废弃的游乐园。然后呢，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因为在拍摄，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去那个想太多、顾忌太多，就继续去拍摄我们的影片。再来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必须说哈。之前来的时候啊，我跟那个珍珍在做感应的时候，那机器先就怎么说，它就叫得乱七八糟，而且叫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呢，然后我的稳定器突然又自己失灵了，叫乱七八糟的时候，房间里面突然传来了异常的声响。好，这个都是我的亲身经历。那还有没有？有，就是呢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到最后变一个探险热点，很多人会来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当中有个粉丝来这个地方之后，他听说啦，在这个地方，我练习怎么突然自己震了一下？我什么都没按到。听说了，他走进来的时候，在这个门有看到一个男生站在这个地方。听他讲，但他那时候说，他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还是怎么样。这个东西，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哈。那这地方其实有人烧过东西。他说他有碰到这情形，然后呢，我这次来我也帮他问一问，这样子。
那其实这个地方1楼它是算是很空，但是所以说我告诉这个地方的一些那个我们自己所碰到一些亲人情，而且碰到事情真的非常多，还不止一起。那再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其实后面还有带我们家小编来这边看景哦。他说这地方他真的很不喜欢，他很不喜欢，然后就很不太愿意进来，然后甚至我要叫他出去的时候，他一个人都有点无法哈。对，好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附近，其实据说这个游乐园早期在营业的时候，还有小朋友在这边溺死啦，然后就好像有人在抓他拖下去。那当然那是在游泳池的部分，那应该是那个方向。然后呢，据说在这片山林里面当中，还有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而这个山有这么多的故事，那再来，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待会第2 part 会再好好跟大家讲。但是呢，我首先要先进入第1 part 感应的部分，然后来询问看看我们之前所碰到的状况是不是他们所为的哈。来，其实今天第1 part 呢，我在1楼，因为我要先问一下这边的状况怎么样。那当然我还是拿这一台哈。那这一台目前刚开机到现在，它还没有什么样太大的反应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还是会试着跟他们沟通看看。那好，各位好兄弟，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愿意跟我做沟通吗？愿意的话，可以麻烦给我一些反应吗？谢谢。没有反应。假如啊，其实现在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哦，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反应哈。那我试着用一种方式哈，假如等下小弟给您烧点香，孝敬您的话，您是否愿意跟我做沟通呢？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吗？谢谢。其实像就有了哈，跟他说哦，孝敬他一点东西，因为其实我今天有带香来，对啊，有带香来。那待会其实我想要做一个测试哈。好，那这是今天好跟我愿意跟我做沟通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再来哈，就小弟想请教一下哈，就是之前啊，小弟在这个山里面听到一个啊的声音，很小声，像人在惨叫的声音，很小声。想请问一下，他是这个在他的灵体是在这个建筑物的附近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吗？谢谢。假如他是在。假如他是在这个山附近的一个灵体的话，那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吗？谢谢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哈。那他等于是说，我们听到是在山的那个的声音哦。那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啦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它是在哪里，因为这之前有发生过很大的事情。那其实它后面就是北宜公路嘛，那这北宜公路其实很多意外死的，其实我想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多少都很清楚，所以我在想，我听到有可能是他那边的声音哈。那好，再来第3个问题，小弟想请教一下，就是之前啊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如果还记得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吗？谢谢。好，看样子是记得哈。那他会记得我不意外啦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之前在2楼啊，小弟跟一个男扮女装的人，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碰到一些事情，想请问一下，那是你们造成的吗？好的，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哈，是你们造成的。好 ，OK， 那没有问题。那现在都还在叫，是你们造成的，所以说。
那个声音，因为那时候听得很明显，我在做感应的时候，器材也在叫啊，联合盒子也在叫啊，什么都在叫的，都有这样的声响。好，那没有关系。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，那个时候你我这边虫叫声实在很大声。好，那没关系，这个问题跳过，因为这个问题我想待会再问。再来，小弟之前有一个朋友来这边探险的时候，他说在我后面这个门那边有好像看到一个人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是一瞬间的。想请问一下，那个是不是他看到你们？如果是的话，但是我还没说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呢？还是其实看到你们的不止那一个？因为怎么说，看到你们的还是只有他这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还是很多人都看过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哈。那这样我知道，那应该是蛮多人有看到那个男生的出没吧？应该是这个样子吧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好，那没有关系。今天第一 part 感应的部分先做到这边，因为接下来第二 part 我还是一样要回到那个地方，用相同的器材再来询问一下，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真正有听到他们讲话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在2楼还碰到这样的声音，那事后就没有再问了。但我今天要问个明白。好，那我们去看剩下的景吧。好，第一 part 感应做完了。其实今天我还要多准备一个手电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呢，刚刚在看景的时候，在架器材的时候，那边出现了一只龟壳花，然后呢没注意到，还把它踩跑了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我想大家就知道什么东西了哈。哎呦，小强 ，sorry， 小强我就还好。这个就是那个传闻当中的封锁线哈，然后它现在已经分那个哈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代表就是这个地方是奇案现场，因为奇案现场才会有这种东西嘛。打个手电筒，然后。好，上去，那个小花应该没有了哈，被我们吓跑了。其实呢，那个时候来，我发现其实那个主持人们啊，他们非常不喜欢这边，2个人都很讨厌这里，然后来这个地方都有恐怖的回忆。下一集是看不出来，但它是蓝色的哈。走到这边那时候，我记得医生跟我讲说，他们这边有很不好的回忆啊！一走过来，一面镜子，然后就一股臭味就扑鼻而来。但我只能说这个地方，这样大家知道哈。我待会第2 part 感应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个实验哈。不好意思哈，好，刚刚在1楼说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就是这里。然后呢，听到声音好像是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声音，就在这一带有听到那个声音哈。这个像宿舍给员工睡觉的地方哈。然后我现在手电筒不够亮的话，其实照外面就照不太到，因为我想不要打太亮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想大家看到这应该很清楚了哈。就是之前有人在这边烧炭，然后轻生，而且他躺在就是这些金子的上面、银子的上面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他脚上还放了一个脚尾饭，而且其实仔细看。有一些好像是体液留下来的痕迹，在这个地方。那这地方呢，其实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的重哦。那其实它在这边往生，你看像这手套这是剑士的嘛？那它据说啦，看新闻说好像是
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往生，不知道是他之前是因为没钱还是怎么样，碰到什么事情，其实都不得而知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觉得啦，可以来稍微问一下，用灵魂盒子来问一下。这次有把喇叭充电，所以说不用担心。这是它外面，我必须说，来这个地方轻生，有可能是流浪汉。因为这地方之前好像还有人居住过的痕迹，棉被什么之类的。可是那时候新闻是怎么样，我其实有点不太清楚了哈。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房间是进不去的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扫给大家看。其实说真的，那时候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那味道，我真的觉得，我必须这里的气氛跟那味道，真的让人家很不舒服。而且环境上面真的是相当的恐怖，然后你给大家看，当你一个人坐落在被丛林包围的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你会怎么想呢？那之前我看到一个留言，有说我都一个人拍摄嘛？对，没错，我拍摄的时候绝对都是一个人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。只要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才可以确定那不是人为的。你看，这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今天第二趴感应的部分，我就想来，因为上次其实已经叫的那么厉害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次就想来再试试看，他会不会这个样子？顺便再问问看，那个声音是不是他们所造成的？再来，我刚好第一趴答应他们说我要点香给他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待会来点个香看看，这样的感应会不会有拍到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好，那最后一间这里扫完，这是厕所，就进入。这应该是我踩到的声音哈，就进入第二趴感应的部分吧。进入第二趴感应的部分，那第二趴感应的部分呢，其实呢。我在第一趴，我有答应他们说要点香给他们。那现在大家看到的环境呢，就是我在那边设了一台器材跟点香这样子。那这台器材呢，其实就是以前老的器材，但是呢，之前来这个地方时，它叫的非常夸张，所以呢，第二趴我再来用这台器材，看能不能重现当时的状况哈。来，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想请教一下哈。你们这器材还记得它的用法吗？如果还记得的话，可以请您去摸一下嘛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那想请问一下之前在这边给自己送自己最后一程的那位。好朋友、好兄弟，他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吗？如果还在的话，麻烦摸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其实今天的反应真的很弱算有反应，可以停一下吗？谢谢。一人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一来反应就停不了。好 ，OK。不给反应，不给反应，给反应，就像之前一样，跳不停。好，那小弟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。再一个，你记得我，那你还在这个地方，你也知道这器材怎么用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想不想？你后不后悔做这样的事情？若会的话，麻烦。会的话，麻烦摸一下。其实我今天距离不会很远，所以说他一回复我就看得到。那其实他这样的回复我看到，我也知道他现在很后悔。好，那没有关系。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跟之前一样，然后现在这边的烟都全部飘出来了。想请教，可以停一下吗？谢谢。
一个问题就是，停一下好吗？谢谢。跟上次一样叫不停了，拜托停一下好吗？谢谢。上次我们来这边旁边那个房间声音，是你们用的话可以停一下吗？好，停了。但停一下之后又叫了，真的是停一下。OK， 好，那没有问题。今天在器材反应相当热烈哈，一开始是都没有什么回复，到后面才开始慢慢有，跟上次一样。好，那小弟准备了灵魂盒子，想在这边来继续跟你做沟通。那再麻烦一下，透过无线电波来告诉您的讯息。拜托，灵魂盒子这次让我可以跟你们做沟通哦，拜托，因为上次灵魂盒子挂蛋，好像你们好哦，想请教一下，在这边让自己走上不归路的好兄弟，他愿不愿意跟我们做沟通？愿意的话，通过在机器的无线电电波，我们可以收取到你的声音，给我们一点消息或讯息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，小弟想请教就是，您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，做出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呢？好，那第三个问题就是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不顺遂，所以说跑到这个地方来呢？还是你是另有隐情？好，那想来请教一下，就是你刚刚说你很后悔这样做，但你现在混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那小弟想请教一下哈，你会不会很思念你的家人呢？那之前我们来这边拍摄电视节目的时候，你是对我们相当的不满，所以你制造出那么大的声响，想要把我们赶走的。那今天灵魂盒子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今天我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，你会不会感觉到相当的不高兴呢？今天的时间感应也差不多做的差不多了哈。好，那今天灵魂盒子感应就到这个地方为止。来，拍完了哈。现在我想拿这台器材来这个地方有烧香的地方来看看。一离开这里，然后你看，我刚刚对焦有对到里面有一张脸，但是因为这是人脸对焦的，在这个厕所的最里面这里，然后我现在好像突然没有了，然后。在外面是听到什么声音呢？不知道，
在机器现在没有了，整个都是烟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在烧香。你看这个已经爆表了，有看到？这个地方，就刚那一间是会爆表哈。那这里呢？这里就没什么反应哈。这里呢，也都没什么反应哈。好 ，OK， 这里都没什么反应，那就是在案发的现场有反应哈，然后一直有听到不知道什么声音。那这一间呢？这间就是之前出来的时候发现到听到声音，其实这一间跟这间能量是最强的。等一下，因为他自己关机了，这间能量最强。然后外面有听到声音，哇哦！这个是之前烧东西的那个铁炉哈，这里要小心，这里刚好有蛇。来，这个就是当初那个台湾用的封锁线。黄色的，好，是到1楼看看。对啊，有声音的。手点散。1楼之后。其实上次来好像有听到类似这样的声音，可是这次来又听到，是他故意叫给我看听的吗？没关系，我先把1楼稍微扫一下看看。1楼好像都没什么太大反应。好，邵老师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想请教一下，那个声音是你们造成的吗？若是你们造成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吗？谢谢。1楼的反应虽然有，可是没有像刚刚那个智障房间那么强哈。好 ，OK。那今天的拍摄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，我来做个 ending 吧。好，拍完今天的这个地方，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的用字来讲，为什么不讲那2个字？其实原因就因为现在的 YouTube 其实管得比较严格，那这个上字幕的话，有时候会被那个，有时候会被那个检举等等之类的哈。所以说我基本上就是用做了不该做或伤害自己的事情，但这些事情何尝就不是这个样子呢？因为其实我必须说哈，我已经老话讲了很多次，我拍这个都灵异前线到现在来，碰过很多像亲生
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我觉得那只是一种逃避问题的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实际上去解决问题。老话一句，在做这样的事情之前，想想你的家人，想想你的朋友。当你家人朋友都没有的话，那我只能说，想想你的未来，或者是想想你在这边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你接下来会不会比活在这个世界上更加的痛苦呢？你假如觉得活在世界上很痛苦，但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你会更痛苦。那说真的，活在这世上痛苦，我觉得或许就不是那么痛苦，不是吗？切记，有问题勇于去解决的才是真正的勇者。只会选择逃避，用这种方式的，你永远都是个输家 ，loser。好，我是勾仓的启明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